长相思预告片惊艳亮相，杨紫、张晚意演绎绝美爱情。近日，备受期待的古装神话剧《长相思》发布了一支令人震撼的预告片，展现了剧中的精彩故事和绝美画面。该剧由秦真和杨欢担任导演，童华担任编剧，杨紫、张晚意、邓为、戴露娃、王弘毅等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该剧讲述了一段跨越千年的长相思之恋，引发了观众们的强烈关注和期待。预告片中，杨紫饰演的小妖文小六和张晚意饰演的枪玄之间的爱情故事令人心动不已。小妖是高辛王姬九瑶的转世，她流落大荒，失去了容貌和身份，成为了一位悬壶为生的医生。枪玄是轩辕王子，他寄人篱下，隐忍蛰伏，为了复国而努力。两人在清水镇相遇，相知相爱，却又因为身份和命运的差异而难以相守。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让人揪心，时而欢喜，时而忧伤，时而相见，时而别离。他们的爱情如同长相思花一般美丽而凄美。预告片中还展现了邓为饰演的涂山璟、戴露娃饰演的赤水妖姬、王弘毅饰演的轩辕天皇等角色的精彩戏份。他们与小妖和枪玄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或是友，或是敌，或是助，或是阻。他们的故事也同样扣人心弦，让人想要一探究竟。长相思的预告片不仅展现了剧中的感情线，还展现了剧中的神话世界。该剧以大荒为背景，创造了一个奇幻而神秘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里，有各种各样的神兽、妖怪、法宝等存在。预告片中就出现了白虎、九尾狐、飞天马等神兽的身影，以及各种灵气四溢的法宝和法术。这些元素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和想象空间。长相思是一部集爱情、奇幻、冒险于一体的古装神话剧，它以长相思为主题，讲述了一段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该剧由实力派演员杨紫、张晚意等领衔主演，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和饱满的表现力诠释了角色们的情感和性格。该剧还以大荒为背景，创造了一个奇幻而神秘的世界观，让观众们能够感受到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冲击。该剧的预告片已经发布，令人期待不已。你对这部剧有什么期待呢？02刘瑞麟表白肖战，戏里好兄弟，戏外好朋友，谁能不爱肖战？梦中的那片海首轮播出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相关话题仍然备受关注。主流媒体定位现象级爆剧的《梦中的那片海》，让主演肖战成功晋级郑晓生的位置，也让剧里的一众配角演员走进了更多人的视线。最近，剧中叶国华的演员扮演者刘瑞麟也接受了不少访问，谈到了很多有关剧集的话题。被问的最多的就是他和肖战的兄弟情。剧中二人是过命的兄弟，剧外二人是非常好的朋友。刘瑞麟透露，肖战可是一个网上冲浪达人，特别爱发表情包。剧集播放期间，他给刘瑞麟发了很多网友做的有趣的表情包。在剧集站内热度过28000的时候，刘瑞麟还跳了一支舞来庆祝。肖战还特意把刘瑞麟跳舞的视频发给刘瑞麟，并开玩笑地评价刘瑞麟很勇敢。结果刘瑞麟立刻就把肖战跳极乐净土的视频发给肖战，结果肖战又疯狂地输出了一段表情包骂他。谁提极乐净土，肖战跟谁急的话题还上了热搜高位。这个调皮搞怪的肖战还真是和我们看到的那个沉稳内敛的肖战很不一样。私下里的肖战是一个很活泼有趣的人，这种反差萌让网友忍俊不禁。当被问到对肖战的评价时，刘瑞麟说肖战长得又帅，个子又高，性格还好，拍戏还认真，难怪那么多女孩喜欢他，连我也喜欢他。他真情实感地表示，肖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是第一眼看到就想亲近的人。他认为肖战的这种魅力不是做演员之后有的，是与生俱来的。不仅仅是刘瑞麟，凡是和肖战合作过的演员，哪有一个不喜欢他呢？前辈都对他赞誉有加，夸他谦虚、懂礼貌，同龄人都夸他爱请客、出手大方，性格特别好。肖战最为艰难的2020年，很多人想挖他的黑料，也没有任何一个合作的伙伴和素人时期的朋友对肖战进行落井下石，足见他清白的过往和贵重的人品。咱就说像肖战这样的朋友，我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呢？03
杨紫小时候、杨幂小时候、关晓彤小时候都没有她小时候漂亮好看。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有的人天生丽质，从小到大都是令人羡慕的美女，而有的人年轻时相貌平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却渐渐变得容光焕发。今天小编想和大家聊聊娱乐圈一些女星的童年照片，看看她们年轻时的样子和照片的变化，以及大众对她们的看法。先说说杨紫吧。杨紫其实是那种从小到大都没有太大变化的类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气质和外貌逐渐变得越来越出众。小时候的杨紫非常踏实，眼神里充满了情感，无论是微笑还是哭戏，都非常有感染力，演技也非常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杨紫越来越洋气，气质和风格精致，成为公认的时尚偶像之一。然而，人们仍然对她的未来心存疑虑，杨紫能否继续保持这样的风格，是否会变得更加出色？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来回答。其次是历来备受关注的杨幂，她的颜值和演技都非常好。不过从她小时候的照片就可以看出，她是一只美丽的蝴蝶，眼睛非常有灵气，转几圈就能想出好主意。虽然关于她是否整容的传闻不断，但从她小时候的照片来看，她的美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刻意去改变。我们再来看看关晓彤，这个童星大家都很熟悉了，她很小的时候就被人们认识了。关晓彤的五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可以看出她长大后的样子。不过，人们还是惊叹她能长到170多的身高，实在是太可怕了。关晓彤的未来也备受关注，她能否在演艺圈有更好的表现，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最后，我们来看看被誉为国民初恋的女演员刘亦菲。从小到大，刘亦菲一直是一个痴迷的美人，她的自然美和优雅让人着迷。她是那种从小美美哒长大的类型，无论是古装的优雅形象，还是现代的时尚造型，无论是演技还是气质，都处于非常高的水准。人们对她的未来寄予厚望，她能否继续保持这种状态，继续在演艺圈大放异彩，还需要时间来证明。总之，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过程，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些女演员的成长之路同样充满荆棘和挑战，但她们始终不懈努力，不断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未来的道路上还有很多未知和不确定，但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女演员的美好未来。04漂亮的战斗，孟子义大胆开麦，成功带飞热度，只是辛苦曾瞬息了。在众多热门综艺中，新鲜出炉的漂亮的战斗刚开始存在感并不高。这档户外游戏型真人秀邀请的几位常驻嘉宾，论人气可能只有孟子义和杨超越算是当红流量。其实漂亮的战斗以前之所以不被关注，嘉宾号召力并不是重点，主要在于节目的游戏设定跟《萌探探探案》系列颇为相似，观众看多了会产生审美疲劳。所以这档综艺开播至今的全网热度，与引起观众广泛热议的乘风2023相比，差距显得有点大。说实话，胖妞原本对漂亮的战斗也并不看好，直到孟子义又因为在节目中口出狂言而上了热门，好奇之下又追了最新一期。结果让人非常意外的是，这期节目一扫前几期的那种平淡感，游戏环节全程高能搞笑不断，简直出乎意料的好看。而给节目带来焕然一新效果的，正是娱乐圈里难得敢于真情开麦的搞笑姐孟子义。作为漂亮的战斗的笑点担当，孟子义大胆开麦上演花式爆料，成功带飞这一期的节目热度，只是辛苦曾瞬息了，要面对孟姐的各种吐槽和自爆。要知道，娱乐圈的流量小生和女明星们，别看有剧播时基本都是绯闻炒作不断，但私底下对于感情的事都是讳莫如深。比如当红流量刘宇宁，出道至今从未主动提过自己曾经离过婚，后来是遭到娱记曝光，才迅速果决地向大众坦白过往，难得形象没因此受损。还有吴倩，早些年事业正上升期被曝光已跟张雨健结婚，直接导致她后续发展一落千丈，被新人陆续反超。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但孟子义丝毫没在怕的，漂亮的战斗中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顾忌地坦白她跟曾舜晞私下关系不错这件事情。
甚至在游戏环节还大声嚷嚷他有没有恋爱。曾舜晞心里清楚，相信听到他这话的曾舜晞，当时内心害怕极了。身为偶像明星，本来就是众人关注的焦点，这么有歧义的一句话出来，足够让人浮想联翩。不过神奇的是，鉴于孟子义以往已经有过无数口无遮拦的辉煌历史，这段小插曲放出来后，并未引发什么严重后果，倒是为节目带来非常好的吸睛作用。包括胖妞也是，真的像漂亮的战斗这样节目类型同质化的综艺，游戏体验感做得再真实都没啥大用，就得靠嘉宾出彩。目前看来，邀请孟子义绝对算是这档综艺最为明智的决定，就凭他谁也管不住的那张嘴，可以期待一下，后续肯定还有更多意外之喜。或许也正是因为深知孟子义说起话来不会考虑后果，再加上节目组一开始就给曾舜晞暗中守护孟子义的任务，所以他整期节目下来都态度疏远。不管是曾舜晞出场时跟几位嘉宾挨个拥抱，但就是绕过孟子义，还是之后的任务环节故意跟孟子义唱反调，反而跟杨超越态度亲密。总的来看，效果十分显著，至少嘉宾们大多以为曾舜晞守护的人是杨超越，孟子义所谓的友情论只不过是他自己一厢情愿。其实从这里也能看出孟子义的脾气还挺好，不然以曾舜晞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高情商，倘若他不是笃定孟子义不会因此生气，也不至于接连几次故意驳他面子。话说回来，虽然孟子义在影视圈发展不太顺利，接不到什么好的剧本，但综艺效果真的非常优秀。明明没有搞笑，但他的言行举止就是充满了喜剧效果。所以漂亮的战斗没他不行，这档节目的热度能不能来个逆袭，就看孟子义还能整出点啥花活来了。期待值突然整个拉满有没有？